黑神话悟空中存在着大量 BOSS 级敌人，其中有部分属于流程必达，还有很多需要探索或满足条件后才能发现。这里就为大家介绍游戏中所有 BOSS 的出发方式。本期为第6章，也是最终章花果山篇。视频中的 BOSS 定义为遭遇后会在屏幕下方出现独立血条的敌人，大部分在隐神图中标注为头目和妖王，少数被归在人物列表内。那么我们正式开始。亡灵关流程必打 BOSS， 在山脚青藏到土地庙往前就会遭遇。亡灵关的招式花里胡哨，套路很多，是场较难对付的硬仗，请各位冷静应战吧。这边建议先去开一下补狼厅土地庙，从青藏到土地庙出发开死飞。跳浪礁藏在一个高处独立的水池子中，飞过去后下云走入水里触发，胜利后得到真丸碧水珠。石子坐在一个高台上，因为浑身发亮，所以从高空很容易发现。他的动作较为缓慢，但有一招全屏放电，伤害非常夸张，一定要及时躲避。水木兽在一个岸边有标志性弯曲树木的水池内，靠近中央冒泡的地方能将其引出。另外，花果山区域里有很多杂兵级别的小水木兽，分布在各个水域，打败它们好像也能完善隐神图上的相关条目。浪波波在靠近山崖的一片荒地中出现，首次遇到还会有天兵乱入。背后的大蛤蟆头目实力也是最强的，当他进入岩化变硬阶段后，需要用3吨棍式或以上的重棍攻击才能破除其硬化状态。金甲蜥来到右侧有落雷的区域后遇到，流程必打 BOSS。
当它的犀角变硬，要用3段以上重棍打碎，才能继续造成有效输出。胜利后获得大圣套装衣甲、锁子黄金甲。这里还有个望西坡土地庙。步云路，来到左侧有红叶树木的落雷区域后遇到，流程必打 BOSS。步云路有2条血，第一阶段放出龙卷风时，可以靠定风珠破除；第二阶段踩在它释放的污血里会导致中毒。胜利后获得大圣套装腿甲、藕丝步云履。毒统领，在一处山间空地上，方位不太好描述，多从空中视角找找就会发现，它放出的毒炸弹会累积伤害，同时被多个命中容易被秒，需要注意一下走位。凤翅将军，严格来说，这并不算一个 BOSS。玩家可以在花果山场景中发现一只跳来跳去的巨型鸣虫，天命人需要趁其落地时飞到它背上，下云后与触须互动。第一次互动后，根据提示长按键不放，气力会逐渐损耗。注意，这里不要管画面上的演出表现，只要按键提示没消失，就绝对别松手。经历3次跳跃后提示消失，这时可以松开按键。待天命人站稳后靠近触须进行第2次互动，按键不放时血量会不断损耗，此时有可能出现满血情况下生命依然不够，导致最后失败的情况。解决方案是抓触须前先吃下一个清凉散，提高火焚耐性，这样按键后的掉血量会有明显下降。完成这2次互动，获得大圣套装头冠、凤翅紫金冠。碧碧狼，在得到上述3件大圣套装后，传送到山脚补狼厅土地庙，往前走一点触发剧情，之后迎战此 BOSS。碧碧狼也算是个较为难打的 BOSS， 有卡关的概率，可能要多尝试几次。胜利后获得大圣套装臂甲、点翠飞龙汉。等4件大圣套装都集齐后，天命人就能去水帘洞内得到终极武器无意金箍棒。自此以后，只要置身于花果山场景，且同时装备金箍棒与所有大圣套装，天命人就会进入特殊的大圣形态。此形态就是游戏序章里对战杨戬时的状态，有特殊的攻击动作，同时气力保持无限。不好意思，有点迷路，别急，马上找到了。
大石敢当，游戏最后的隐藏妖王 BOSS， 激活它需要找到4运道具。黑风山关卡中，从苍狼林前山土地庙出发，过桥后沿着左边的溪流走，尽头能看到一个猴子 NPC 把什么东西藏了起来，靠近石像头后找到关键道具色韵。黄风岭关卡中，只要激活并打败了石敢当，就能得到关键道具兽韵。小西天关卡中，从极乐谷一面壁土地庙往前，初次对战桐木不白的地方，从大树旁一条有灵印的隐蔽通路跳下去，穿过一根横倒的石柱，并沿着此路一直前行，最后能再次看见藏东西的猴子 NPC。从佛头里得到关键道具响韵。盘丝岭关卡中，从盘丝洞卓构泉土地庙出发，在前方的场景中下水靠左边前进，又能看到猴子 NPC， 从佛头中获得关键道具行运。集齐了上述4运后，从山脚补狼厅土地庙出发，驾着云往正前方飞，能找到一片荒地，在携带4运的情况下，靠近荒地后大石敢当就会激活。注意，千万要提前在场地边缘处下运，否则就会出现视频里这种情况。作为游戏中体型最大的 BOSS， 击败大石敢当的方法是保持在其正面，待出现手部砸地的攻击后，趁着间隙上去打他手上的蓝色晶体，
当大石敢当仅剩一点血后，战斗就会结束。沿着他的手臂爬到其身体顶端，剧情结束后获得最后的时运。拿着这五运去找虚狗，他会帮你炼制成提升各项属性的五运丹。二郎显圣真君，黑神话悟空的终极隐藏 BOSS， 同时关系到通关后的结局。想要见到二郎神，必须在前面的5个章节中完成全部的大型支线，它们分别是：黑风山里进入旧观音禅院并击败金翅长老，黄风岭里进入斯哈里国并击败副bản，小西天里在瓜田与翠丽武士对战并取胜，盘丝岭里进入紫云山并击败慧月魔君，火焰山里进入碧水洞并击败碧水金睛兽。5个大支线的完成方式，我已经在前面的视频中详细说明，有需要可以去查看一下。以防万一，这些支线推荐大家在相应章节的进行过程中完成，到了之后关卡再传送返回去做，我不确定是否还能被系统判定为有效。总之，在达成上述5个条件的情况下，从小西天浮屠界冲寒道土地庙出发，往山坡下走，渡过一座吊桥，能在尽头找到一个特殊场景浮屠塔。如果在更早的时间点到达此处，不会触发任何剧情，但完成5个隐藏支线后再回来，会发现周围的墙上壁画已经完整。中间高台上找到弥勒，他会帮助我们进入隐藏地图梅山，而杨戬就在这里等待着天命人。强烈推荐大家在打到第6章并拿到大圣套后，再回来挑战杨戬。该 BOSS 的难度在游戏中算是数1数2。主要是因为它和不白一样存在防御槽属性，在清空防御槽之前，很难对其血量造成伤害。当杨戬的血量降至3/4与一半时，会各进行一次转形态，强制回满所有防御槽。打的时候需要提前规划资源。这里给大家提供2个破除防御槽的窍门：一是发动第5章后得到的法宝芭蕉扇，基本上一次吹飞就能打空1轮防御；二是利用点满技能后的棍花，没错。大部分情况下用来抵消远程攻击的棍花，在本场战斗中会大放异彩。抓住空隙对杨戬使用零距离棍花，他的防御槽将会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被消减。活用这2招，击破二郎神仅仅就是时间问题。胜利后，还会进入与4大天王和巨化二郎神的战斗。这场对决属于表演性质，大家闷着头打就行，血不够了就使用重攻击，可以恢复很多体力。当一切都搞定后，天命人回到浮屠塔，得到变身青穹与兵器3尖2人枪。在没有打过二郎神的前提下，玩家在通关后默认进入普通结局，若是挑战成功，通关后会进入隐藏真结局。10元可以看作游戏最终 BOSS 的前置战，一共有2条血。第2条血是会使用冰与火2种属性攻击，中途还会出现2重分身，取胜后状态回满。大圣残躯，黑神话悟空的最终 BOSS 战，同样有2条血。当第1条血被打掉后，他会吸取天命人的所有根气，同时强制解除大圣形态，后面就是真正的最后试炼了。这是我认为游戏中最令人热血沸腾的战斗了，希望每个认真打到这里的玩家都能彻底享受这场史诗对决。
好了，上述就是第6章中玩家能够挑战的全部 BOSS 了。至此该系列视频完结。因为制作时间有限，如果内容出现疏漏，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指正。那么先祝大家打 BOSS 不卡关，我们下次再见。